结婚10年，我才发现3个孩子都不是我亲生的。失魂落魄回到家中，却发现妻子居然和保安队长在一起了。我当场捉奸，却被他俩联手砸死。在睁眼时，我重生回到5年前，妻子指着我破口大骂：“我嫁给你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！我真的是一点福都没有想到。”我抬起手打了他一巴掌：“你居然敢打我！打的就是你这个贱人！”说完后，我便离开了房间。你给我站住！你居然敢打我！我不跟你过了。不过就不过，你今天敢出这个门，你就再也别回来。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家。我重活一世，再也不能让任何人欺负我。下一秒，女总裁打来了电话：“喂，老板，我要去机场，你30分钟后到楼下等我。”是。随后总裁开车过来了。小张啊，我看你魂不守舍的，难道是你老婆跟人跑了？旁边总裁白了他一眼：“任总，我们呢已经跟 AWB 粮食集团谈好了，这次的玉米采购合同啊，比上次每吨便宜200块钱，价格是非常优惠。我建议今晚上就把这事定下来。”任总，玉米价格有可能会暴跌，如果明天再签这个合约的话，或许能省8000万。你一个司机你懂啥？10几个亿的生意，是你一个司机能插嘴的吗？众人到达公司，祝贺任总获得了 AWB 粮食集团的合同。任总笑着向他点了点头。赵副总把张家成叫到了一边：“你被开除了。为什么？你还有脸问为什么？当司机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不是驾驶技术，而是做一个哑巴。3条腿的蛤蟆没有，2条腿的司机多的是。玉米价格暴跌这种话你也敢说？你知道玉米价格稳定多久了吗？你有没有常识？你懂不懂金融？立刻滚蛋！确实，3、2，神神叨叨的，还不快滚！跌了，玉米价格跌了，跌就跌了，有点亏损也正常，你还不快滚！你不要以为你好像懂点什么东西就很了不起。我告诉你，搞金融的最不重要的就是金融知识，更何况你什么学历啊？现在清北的学生给我们公司投了多少简历？这间办公室的人你看一看，哪一个不是985毕业的？你只不过是任总的司机，所以才有资格站在老总跟前。你以为你站在这里就像是个人了？玉米持续下跌，1900了，1800、1700，还在掉，什么情况？任总，玉米暴跌。玉米价格与期货价格并不统一，期货虽然现在跌了，但是说不定很快会涨起来，不一定会引起现货价格的下跌。AWB 降低了现货价格，降低了多少？按照我们的合同，预计会亏损8000万。你怎么知道玉米价格会暴跌？大豆价格即将上涨，如果现在购买大豆的话，可以弥补损失。这么大的生意，你以为是猜谜语呢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不过是个司机，不要以为瞎猫碰上了死耗子就可以在我们公司指手画脚。这么大的生意，卖赔了怎么办？你负得起责任吗？任总，这个人胡说八道呢，我不信他每次都能猜得中。如果他还能猜中，我把头剁下来给他当球踢。赵总，说话算话呀！结婚10年，我才发现3个孩子都不是我亲生的。失魂落魄回到家中，却发现妻子居然和保安队长在一起了。我当场捉奸，却被他俩联手砸死。在睁眼时，我重生回到5年前。9月交割大豆，全部1万吨。趁个机会把他赶出去。是。任总，这种底层的人我见得多了，赌性是特别重，但凡有一点表现的机会，就想强出头。你别看他猜中了，他可能是当买大买小呢。等等看，这么多钱，怎么能听一个司机的决定呢？你是在质疑我的决定，我心里有数。赶紧滚！得罪了我们赵总，还想在我们五通集团混，赶紧给我滚！我等着你们来求我。涨了，大豆价格上涨了。梁总，果然涨了，太不可思议了！涨了多少？就刚刚这么一会儿，我们至少涨了1个亿。什么？任千华急忙来到办公室询问情况怎么样。涨得很厉害，大豆的价格持平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，多空杀得很凶，但没想到是多头赢了，咱们吃了一口大蛋糕。任总，我们要不要平仓？任千华沉思片刻道：你们的专业意见呢？我建议现在平仓，咱们至少可以稳上1个亿，落袋为安吧。我的建议是继续持有，价格应该还会上涨的。现在平仓的话，我们会白白损失很多利润。现在要是不平仓，一旦空头杀回来，还可能亏钱。副总，你的意见呢？赵凯文尴尬地笑了笑。张家成呢？叫他过来。是。等等，请他过来。赵凯文腹诽道：这个家伙走什么狗屎运？怎么接连被他猜中？喂，你把张家成赶走了吗？我办事您放心，我刚才亲自把他押到楼下送走，还踹了他一脚。哎呀，赶紧把人给我找回来！你要是找不回来，你也给我不要回来了。是。等一下，事情回来。集团大楼下，我刚走出来，身后就传来了一声呼喊：张师傅，等一下，对不起，我们刚才搞错了，我们总裁要您回去呢。我看了赵凯文的手下一眼，继续往前走。赵凯文的手下弯着腰，陪着笑脸，讨好地说：哎呀，张爷爷，我求您了，您回去吧。张先生，请随我来。随后跟着刘助理一起上了楼。任总，张先生，你的判断正确无误，大豆持续上涨，接下来你认为是继续持有还是平仓？现在可以平仓了。平仓的。
平仓完成，获利1亿1764万5444元，大豆跌了，我们平到了最高点。牛逼！好久没有打过这么爽的仗了。张嘉诚做得好，你为公司赚了这么多钱，你说吧，想让我怎么奖励？那就奖励我一点钱，再分我一套员工宿舍。任总一挥手，助理便拿了一箱钱过来。这些钱你先拿着，这套房子也是你的。张嘉诚，你这个窝囊废！你当了这么多年司机，就拿这么点死工资，都不够我买化妆品的。我嫁给你，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。谢谢任总。张师傅，恭喜啊！任总的这笔奖励可是很丰厚的，够你呀好好玩一阵子了。我怎么记得有人说过要把头给剁起来，当球踢来着？晚上跟我出差。好，那我先回去收拾一下。结婚10年，我才发现3个孩子都不是我亲生的。失魂落魄回到家中，却发现妻子居然和保安队长在一起了。我当场捉奸，却被他俩联手砸死。在睁眼时，我重生回到5年前。你这个死鬼，明知道人家来大姨妈了，你居然还想那个？你真的是你在那个乌通集团那么大的公司当保安队长，人家给你开那么高工资，你居然还想趁着值班时候来找我，你真是很窝囊废！竟然还敢回来，我就知道你像狗一样回来求着我原谅。怎么样，我没说错吧？还不快死去给我做饭！张嘉诚，你做什么呢？你居然敢不理我！你现在长本事了，有出息了是不是？你跟我说，你是不是在外面有野女人了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还以为你外面有女人了。不过我仔细想了想，像你这样的窝囊废，除了老娘，谁会看得上你啊？闪开！你给我站住！大丫二丫，我走了，以后你们好好照顾自己。妈妈说了，你不是我爸爸。张嘉诚，这里没有你的任何东西，你要是敢走，你就跟老娘离婚，我要你净身出户，跟你那老娘一样，滚回乡下去！你这个老不死的，你赶紧给我滚，别想在我这白吃白住！我告诉你，给我拿走！妈，对不起。儿子，妈在乡下挺好的，乡亲们很照顾我。小梅她脾气大，你别跟她闹别扭。家和万事兴，有本事给老娘签了她！我拿过离婚协议来签，这份我就先拿走了。从此以后，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好，你这个房子还有你的存款，以后都可属于我了，跟你没有1分钱关系。你到时候可别要求着我原谅你。至于孩子，你更没有资格见。你要是敢私下里见孩子，我找人打断你的腿！我求之不得。你这领带，你这个衣服都是我买的，你给我脱下来。还有裤子，还有鞋子，你脱给我！别他妈碰我，真他妈让我恶心！我猛地推开他，将身上的衣服一件件脱下来，甩到他的面前，直到只剩一件单衣。妻子先是愣住，随即冷笑出声，似乎完全不相信我会真的离开这个家。看戏似的叉着腰，我狠狠瞪他一眼，抓起离婚协议转身就走。我光着脚踩在雨水里，看着手中的离婚协议，冷冷的雨将白纸打湿。这时一把雨伞忽然出现在头顶，任千华扫了一眼离婚协议的封面，抬手替我整理了一下头发。上车，带你去买衣服。我跟着他来到商场，2位店员立刻上前来鞠躬打招呼。任总好，把你们店当季新品都拿给他试试。是，任总。肩宽50，臂长55，这边请。店员带着我去换衣服，没多久便换好了一身崭新的套装。任千华顿时眼前一亮，没想到你居然是个衣服架子。继续试。我又接连换了好几套衣服，任千华时而点头，时而皱眉嫌弃，直到换上一套剪裁合体的西服，他的笑意更加明显。不错，再去。任总，可以了，我就是个司机。任千华递出一张黑卡，除了那套衬衣，其他全都给我包起来。好的，谢谢任总。这个不错，拿着，这个好看。服务员这些都包起来，打包带走。先等一会，哎，老婆，我银行卡上的钱好像不太够了，等我那兼职那钱下来，咱们再回来买来得及。张嘉诚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给你自己老婆买几件衣服，你都这么抠抠搜搜的吗？哎，我就问问你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我不管，我今天就必须买，我不管你想什么办法，你是去偷去抢，你今天必须给老娘买单。谢谢任总，可是不是太多了？你平时的衣服太旧，这些衣服买着以后慢慢穿，跟我留着出差用。走吧。任总，这个衣服很贵吧？还行吧，从你奖金里扣。啊？跟你开玩笑的，瞧你紧张的。怎么，我刚给你100万奖金，你还这么小家子气啊？我现在没钱，等我有钱了还你。你钱呢？我都拿去投资上峰科技的股票了。全都买了？对。可是这有什么内部消息？你也可以买点。我拿出手机看了眼时间，抱歉任总，我们去机场的时间可能要晚一点了。没事，行程取消了，走吧。任总，上峰科技宣布重大突破，已经涨停板了。什么？张嘉诚经理，从今天开始，公司的投资部就交给你了。谢谢任总。张嘉诚经理，接下来我们要好好配合，共创辉煌哦。好呀，赵总。
记得有空去踢球啊。任总，这个人胡说八道呢，我不信他每次都能猜得中。如果他还能猜中，我把头剁下来给他当球踢。张经理，接下来你有什么想法？我想买块地。哎呦，现在的房地产可不景气啊！你放手去做，记得写份计划书给我。任总，您就这么信任我？我的眼光从来都不会错。谢谢任总。哎，任总对张经理可真是器重啊！明天就是公司年会了，公司筹备很久，张经理作为公司新晋经理，让他在年会上亮亮相，也让大家认识认识。这天我有事出了趟门。哎，看见没有？刚才走过去的带胸牌的是公司集团的核心部门的高管。咱做保安的要有眼力见啊，要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见到这种大人物要统统敬礼，都记住了没？是，记住了。还是队长会来时。王德彪在宴会厅门口鬼鬼祟祟地往里看了几眼，确定里面没有人后，一个闪身带着蔡小梅和大丫二丫进入了宴会厅。四人站在桌前，双眼发亮地看着丰盛的食物。身为保安队长，我有这个特权，就是带着你们吃香的喝辣的。王德彪得意地指着桌子说着，旁边大丫和二丫已经迫不及待地吃起了食物。蔡小梅也拿起桌上的红酒喝了起来。我跟你说，一会儿啊，梧桐集团中的大人物要过来，动不动几亿几十亿，眼都不带眨的呀。蔡小梅听着王德彪的话，十分激动，直接亲了上去。王德彪因为这突如其来的亲吻，一时间呆立在了原地。死鬼，我就知道我找对人了。王德彪从呆立状态恢复过来，听见蔡小梅的话后，无法掩饰自己的激动，直接抱了上去。我跟你说，就是有点遗憾，你跟那个王八蛋离婚太早了，要不然咱的孩子他得再白养几年。蔡小梅听到王德彪提起那个王八蛋，脸色瞬间阴沉下去。待王德彪说完，终于是忍不住，十分不满地把他推开。你说你在这个高兴的时候，你提那个王八蛋干啥呀？王德彪满脸悻悻之色，脸上浮现讨好的神情。嗨，不提了。蔡小梅摇晃着红酒杯，像是有些漫不经心，却又满带高高在上的讥讽与嘲弄。你说他要是知道我进了梧桐集团的年会，得有多后悔啊？那肯定的。见孩子们都在低头吃饭，他偷偷地伸出手往蔡小梅身上乱摸。蔡小梅脸颊微红，满足地摇晃着手中的红酒杯。哎，尽量吃，孩子们吃好。大丫和二丫头也不抬地疯狂扒拉着桌上的美食。王德彪举起桌上的燕窝，谄媚地献给蔡小梅。哎，宝贝。蔡小梅接过后，故作害羞地轻笑出声。这时，正在大吃特吃的大丫和二丫抬起了头。王叔叔好有办法呀，我最喜欢王叔叔了。王德彪得意地笑了笑，看着身边的蔡小梅，眼睛滴溜溜地转了转后，突然在蔡小梅脸上亲了一口。死鬼！妈妈，我想吃汉堡。哎，你说你这孩子放着贵的不吃，你吃什么便宜的？便宜的回去再吃。你吃这个。大门打开，领导们有说有笑地走进宴会厅。王德彪见状，忙不迭地迎了上去，谄媚地欢迎领导们进入宴会厅。领导请，哈哈哈哈，我都准备好了。王德彪看向身旁保安，面色严肃。来，先说好了，一定要把好门。我们保安的职责是什么？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刚才过去都是公司精英中的精英。王德彪回到蔡小梅身边。奶奶，宝贝看见没有？刚才走过去一群的那是公司核心中的核心投资部的精英啊！我每次给他们敬礼的时候啊，他们都给我打招呼，还有人会握手。哎呀，死鬼真棒，爱死你了！你开玩笑，我王德彪在公司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是不是你会跟着我有吃有喝？王德彪掏出大龙虾。哎，大龙虾，看见没有？奶奶，宝贝儿看见没有？来吃。哎呦呦，大龙虾，好好吃，吃贵的，吃啊宝贝。叨叨。哎，王德彪刚转过头来，蔡小梅就往他脸上亲了一口。你真棒，快去忙去吧。啊，哎，已经有点飘飘然的王德彪离场去忙了。张嘉诚举着一杯红酒游走于宴会之间，同时和周围的客人不断举杯，点头示意。蔡小梅突然注意到了张嘉诚的身影。张嘉诚，他这个窝囊废是怎么进来的？此时，张嘉诚正在跟宴会厅内的几位客人交流。谢谢，房子上的事情还得跟你们。张嘉诚，你一个司机是怎么混进来的？哎呦喂，还上哪弄这个破西服啊？你看看周围有没有像你这么不要脸的人？我现在已经不做司机了。你不做司机了，怎么失业了？去开滴滴了？还是说把这个混吃混喝当成了新职业？幸亏我当初跟你离婚的早，不然我还得跟你一起去蹭吃蹭喝呢。那你现在在做什么？我是跟我男朋友一起进来的，他可不像你，他有能力能赚钱还有权利，不像你，给我点个外卖都抠抠搜搜的，一辈子没有出息。哎，谁呀？这是张嘉诚，你也配在这？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吗？这是梧桐集团的年会现场，来的什么人不知道吗？都是公司的高层，核心中的核心。你一个臭司机，你也敢往这呀？我告诉你，我是公司保安队长王德彪，立马消失，慢一步我打断你的腿。我说这么多你都不回一句，你是瞎了还是聋了？我看到王德彪上前的动作，瞬间把王德彪制服。
大庭广众之下，我这次就先放你，下一次你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。你敢打我？我爸爸都没打过我，我这男人，哎，快打他！总裁来了，你给我等着，走，经理。这么大的场面你见过吗？你知道这来的是谁吗？她可是江城鼎鼎有名的大人物，江城第一女富商。像你这种低贱货，踩脏了她的地盘，等会就要被她像狗一样赶出去。你没有资格评价她，我待会就要揭穿你，让大家都看看你这样的穷酸货，还要让总裁把你赶出去。来了，总裁他过来了，他发现你这个低贱货了，总裁要让人把你像狗一样赶出去了，等着瞧吧。任总，看来总裁也被他恶心到了，这是要伸手打他耳光了。这个窝囊废，他死定了。这怎么空空的？小张，他吩咐助理拿来一条领带替我系上。下次不会系领带记得找我。老婆，今天我们公司开年会，所有男员工都要扎领带，我这个扎不好，你帮我扎呗。蔡小梅坐在床上玩手机，盯着屏幕看都不看我一眼，语气十分尖酸刻薄。你个破司机，你还扎什么领带啊？你就跟狗一样，待在外面就行了，谁会在意你的存在呀？你真把自己当回事了啊？咋这么搞笑呢你？我微微一笑，谢谢任总，下次还找你帮忙。蔡小梅气急败坏地回到角落，死死盯着台前。怎么会这样？一定是搞错了。他做事要闹，王德彪连忙拦住他，低声劝道：别难搞，你这样会把我的工作搞丢的。任千华牵着我往台上走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公司新上任的投资部经理张嘉诚。张经理虽然上任时间不久，但是成绩斐然，在大豆采集的业绩上，让公司获利1亿1000万的利润，是公司不可多得的投资天才。大家掌声！蔡小梅和王德彪震惊地对视一眼，着急要往台上跑。我没听错吧？他说的是张嘉诚那个蠢货吗？他只是一个会开车的司机，一个月赚几千块，饭都吃不饱。他什么时候成一个天才了？真是年轻有为啊！大豆收购事件业内都传遍了，生反转跟拍电影一样。基于张嘉诚经理的表现，公司决定奖励他1000万。任千华一招手，便有人推着一车现金来到台上，成堆的钞票亮瞎了蔡小梅的眼。王德彪也震惊地瞪大了眼睛。我靠，1000万，这是不是真的？蔡小梅顿时喜笑颜开。这1000万都应该是我的钱，我的1000万。这1000万本来就应该是你的。他眼珠一转，转头拉过大鸭和二鸭，拍掉他们手上的食物，一边威胁地说道：吃，就知道吃。来看这么多钱，什么吃不到呀？快去认爸爸！说着还掐了2个女孩一下，顿时小姑娘的眼泪流了出来。恭喜张经理！这时蔡小梅拉着2个女儿跑上台，大喊一声：张嘉诚！蔡小梅凶狠地说道：哭什么哭？快叫爸爸！大鸭和二鸭一边哭一边说道：爸爸。看着这个场面，我想起以前在医院，我拿着 DNA 检测报告，检测报告上盖着一个大大的红章，无血缘关系。我看着这几个字，双手发抖。如果如果爸爸不是你亲爸爸，你还能认我吗？别耽误我玩游戏，好烦呀！你呢？我听妈妈和姐姐的。小虎，你喜欢爸爸吧？我喜欢王叔叔。想起以前的种种过往，生气道：这是谁的孩子？听着张嘉诚说的话，牵起2个女儿的手，随便往旁边一带，然后激动大喊：好啊，你个张嘉诚，你抛弃妻子，你不是个东西，你不管我这个糟糠之妻就算了，现在这2个孩子你都不管吗？你睁眼看看大鸭、二鸭，他们哭得有多伤心，他们有多想爸爸，你就是个畜生，你不是人。蔡小梅伤心着撒娇：老公，咱们回家吧，孩子不能没有爸爸，以后咱们俩好好过日子，和和美美的。我发誓，以后你再怎么欺负我，我也不会给你顶嘴了。真没想到张经理竟然是这样的人，亏得我还这么崇拜他。对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这哪是男人，当代陈世美啊！这是。你看，我就说他待不久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任总啊，这最见不得这种忘恩负义的贱男人，肯定马上给他赶出去。难道你忘了我们已经离婚了吗？离婚协议是你让我签的，也是你赶我出家门的。我让你离婚你就离婚啊？我赶你走你就走啊？别人家的狗赶都赶不走，你在外面吃了根肉骨头，你都不知道自己家在哪儿了吗？请你离开。老公，我错了吗？你忘了你之前给我的承诺了吗？难道你忘了你当初跟我说工资上交，洗衣做饭，任劳任怨，当牛做马？你还说你会把我当一个小公主的，这些你都忘了吗？我冷冷地甩开蔡小梅的手。老公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吻我。哎呦，这女人好可怜，好卑微呀！我老公要这样，我拿菜刀柄锤死他。等着看吧，总裁肯定不会饶了姓张的这个小子。前几天他多得意，今天就有多惨。保安，把他请出去。王德彪得意洋洋，刚伸手想要拉我，
赵凯文在一旁幸灾乐祸，是把他请出去。王德彪震惊的说不出话。凭什么？他抛妻弃子，凭什么把我赶出去？他不是已经跟你离婚了吗？你赶紧走吧。我不走，你敢碰我？王德彪眼见劝不动，直接上手将蔡小梅推倒。好啊，你敢推我？王德彪见劝不动，于是直接动手扇了蔡小梅。蔡小梅怒声呵斥道：“哥，张嘉诚，你还算什么男人呀？别人欺负老婆，你就这么看着呀？”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不是我老婆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好，悟通集团这么大的公司，员工的素质都这么低吗？抛妻弃子的人都可以上任，而且你也是女人，你都没有一点同理心吗？任总，今天呢是集团年会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再这样闹下去，对我们集团的生意肯定有很大的影响。张嘉诚道德败坏，我建议免去他的职务。事情闹大了，好多人围过来了。任总对这事向来是严惩。这张经理这屁股还没坐热呢，位置就要丢了。渣男不得好死！保安还不把他赶出去啊？哎！王德彪连声应道，想把蔡小梅拉出去。我们家的事关你什么事？张嘉诚，你这个男人，我跟你拼了！任千华看不下去，给蔡小梅狠狠一个耳光。赵凯文和王德彪马上狗捅道：“总裁打得好，好像有瓜吃，好像是美女救渣男。你们……”突然任千华拉过我，踮起脚亲在了我的脸上。在我一脸震惊中，其他人议论了起来：“天啊，霸道总裁爱上我呀！我也想当张经理。”任千华见目的达到，随即便开口道：“所以准确的来说，这是我的家事。你身为他的前妻，我可以不管你们之前的事情，但他现在是我的男朋友，我希望你能够自重。”对视上任千华的眼睛，深情地对他道谢：“谢谢你替我解围。”并郑重地向众人解释：“诸位，非常抱歉，由于我事先没有通知大家，所以才产生了这么多的误会。至于我的前妻，我早就与她办理了离婚手续。也正如她所说，我们的孩子的问题，一切将以法律为依据。还有，如果还有谁还有什么不明白的、不清楚的，我会向社会各界以及公众做出更具体的说明。”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男人，我瞎了眼，我当初嫁给你，带出去。蔡小梅和她的孩子们被王德彪无情地推出，摔倒在地上。你这个狗东西，居然这样对我！你没带脑子是吧？你这样会害我丢掉工作的，快滚滚啊！王德彪刚转身想回聚会，就撞到了人，抬头一看，居然是公司副总赵凯文，瞬间大惊失色。你愚蠢瞎呀！他们是谁呀？王德彪刚想解释，就被赵凯文打断。闭嘴！你被撤职了，你上任保安队长，滚蛋！还赵副总。赵凯文悄悄地跑到楼梯间，确定四周没人，于是拨通了一个电话。喂，任老，有件事，我犹豫了很久，不知道该不该向你汇报。说，任总最近谈了个男朋友，我觉得你可能有点不同的看法。当然，我绝对没有打小报告的意思，也没有说任总的不是，只是想让你多了解一下。王德彪已经换成了普通保安的制服，见到谁都要行礼。此时有几个普通员工走进公司闸道，王德彪都要毕恭毕敬的点头哈腰陪笑脸。集合，立定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以后遇到佩戴胸牌的都要敬礼。你们这些低级保安，以后遇到佩戴胸牌的公司高管，不能怠慢，统统敬礼。王德彪心不在焉，没把他的话放心上。新任保安队长看到，上前走近，给了王德彪一个脑瓜子。低级保安王德彪，听清楚了没有？听清楚了。任总，任千华坐在办公室低头签署文件中。任总好，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看向他，欲言又止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？没事，你说吧，我不会生气的。任总，感谢你昨天帮我解围。没了，非常感谢。好，我都已经主动宣布我们的关系了，你居然认为是我在帮你解围？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没有，说得很好。那我先出去了。我刚准备转身离开，任千华突然抬头。等，上次西服的钱是我私出的，记得还给我。怎么感觉这一幕有点熟悉啊？你这领带，你这个衣服都是我买的，你给我脱下来。多少钱？我上次没来得及看。584672块3毛4。这么贵啊？怎么几套衣服就几十万？我还以为几百块。拜托，我带你去的都是高档场所，就你身上那个手表都有10几万。好，我待会儿转给你。你不是说你的钱都拿去投股票了吗？对，赚了点。赚了多少？我打开手机查看收益，也没赚多少，就2300多万。我刷新了一下界面，补充到，现在3000多万。那你把我给你买鞋的钱也还给我，他好会装了。我低头看向鞋子，思绪飘回以前。这里没有你的任何东西，你要是敢走，你就跟老娘离婚，我要你净身出户。任千华说话打断了我的思绪。你在想什么？没想什么。说谎。我在想，会不会有一天也跟那天一样，我光着身子被你从这给赶出去？任千华端起水杯喝水时，听到我说的这段话没忍住，突然一口水喷出来，一直咳嗽不止。我刚想帮他拍拍后背，意识到有些不妥，于是递了张纸给任千华。他伸手拿纸时不小心碰到我的手，气氛开始暧昧。我想将手缩回，他就紧握着我的手不让我缩回。要不给你倒杯水？不要，买鞋的钱36843，微信支付宝，现在立刻
转给我。思绪飘回以前，赚这么点钱，你跟我说你是不是藏私房钱了？手机给我拿过来，微信、支付宝的钱都转给我。女人真可怕。电话响起，任千华拿起放在桌上的手机。爷爷，你回来了，我去接你。不用了，你忙你的事吧。你什么时候的飞机啊？你做好你自己的事情，到时候我自然会到公司的。任千华把电话挂断后，将手机放到一边，转头对面前的员工：还是个项目，你立刻马上去办，不要耽误。好，我去买机票。员工接下任务后就离开了办公室。任老助理小心翼翼地搀扶的任老。任老一边咳嗽一边说：不要这样紧张兮兮，不然让人看出来江城政商两界的老朋友，还不知道要闹出什么阵仗出来。我这次回来主要是看看孙女，解决一下家事。是，我们知道了，您放心。任老控制不住的剧烈咳嗽。任老，我扶您去旁边坐会儿啊。任老助理急忙将任老扶到一边的座椅上，对一旁的任老保镖说：你们先去取行李。任老助理打开保温杯，发现里面没有水了。任老，我给你打点热水啊。好。任老助理离开后，任老咳得越来越剧烈，最后控制不住的倒在地上。一个路人发现了任老，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走了。路人走后，我推着行李发现了倒在地上的任老，我有些紧张的呼唤：老爷子，老爷子！我见任老还是没有反应，急忙将任老扶起，将任老带去医院。任老咳嗽着在医院的病床上醒来。哎呦，您醒了，您听我说啊，您别着急，医药费我已经帮您付过了，一会儿你给我一个你家人的联系方式，我帮你联系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就得先走了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你看见我的助理了吗？张嘉诚刚想回答，口袋里的手机却响了起来。我先接个电话。去吧。经理，海源生物股价波动剧烈，我们抛不抛？先别抛，继续买进。你也对炒股有兴趣？你买的是什么股票？嗨，我买的海洋生物。他怎么知道海洋生物会涨？海洋生物新药研制成功，消息还在封锁中。他怎么知道的？你买了多少海洋生物？满仓。你为什么孤注一掷？你就这么确定海洋生物会涨吗？海源生物是生物科技公司，新药开发很有前景的，而且我坚信他们新药开发的可能性很大。但是满仓是不是太冒险？既然我选择了它，那就算是满仓，孤注一掷又能怎么样呢？这个小伙子判断力很准确，难得的是有这样的魄力，干脆果断，意志坚定，活该他赚大钱。老爷子不见了，我们正在找。什么？爷爷不见了？你们干什么吃的？对不起，大小姐。任老绝对不能在江城出事，把所有人都给我派出去，一定要保证任老平平安安归来。是，在江城哪怕是一只苍蝇，我也能找出来。我现在就放话出去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你他妈有病啊！任老如果在江城出了任何事情，老子让你陪葬。可是万一任老已经……我可不管你那么多。任老如果在江城没了，你就准备吃不了兜着走吧。任总，我得到消息，任老就是被送进这家医院的。爷爷可能是心脏病犯了，老人家可千万不能出事啊！任千华急得团团转，赶忙进入医院。他走后，有几个人闯了进来。大哥，刚才查到像任老的人就住这家医院。戴乐，此时任老正和我其乐融融地聊着天。给我留个联系方式，你喜欢炒股，以后有什么消息我们可以交流交流。老爷子，我不需要什么消息，您要是需要什么消息的话，我倒是可以给您提供一些啊。年轻人不要年轻气盛啊，哈哈。任老被逗得高兴，又开始咳嗽。您慢点，老爷子。以后您可以多关注一下星辰娱乐。哈哈，我活了80多岁，第一次有人教我炒股。医院院长看到任千华，急忙迎了过去。任小姐，欢迎啊！可惜我这里是医院，要不然平时也盼着您来啊。任千华有些不耐。我爷爷现在在医院里。什么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现在立刻让人去查。任小姐，请放心，既然到了我们医院，我一定保证任老先生平安。院长看着任千华离开后，小声问一旁的医生：今天有没有人送太平间？还没有。完了，这要是在我们医院出了事，我这院长别当了。此时的我还在耐心和任老沟通。哎呦，这年纪大了，确实不太适合炒股，对心脏不太好。您要是着急用钱的话，那您就买我刚才说的那个星辰娱乐，然后在9月5号之前就把它抛掉。这以后啊，可就别再碰股票了。不让我碰股票，也有些人不答应啊。那些人都是骗您钱的，就不理他就行了。任老看着我，笑意却不达眼底。这家伙还挺自信的，我再试试他。你再给我推荐3只股票如何？哎呦，老爷子，您别闹了，您都80多岁了还这么担心呢？您就听我的，用您的退休工资去买我说的这只股票啊，足够您养老的了。以后啊，你就别再碰股票了，对心脏不好。我无奈地看着眼前还躺在病床上的任老。年轻人，你很有意思，留个联系方式吧，我们保持联系。我还想说什么，但看到手上的表后，一下急了。哎呦呦，对不起，我这时间来不及了，我得赶紧走了。再会啊！我说完就急匆匆地离开病房。
查到了28楼9号病房。医院院长边走边安慰任千华：“不会有事的，任小姐请放心。不过倒是要感谢那个好心人，要不是他及时送到医院，这心脏病可能会危及生命。不过这任老先生果然非同凡响，吉人自有天相。”任千华努力平复了一下心情，走了进去。爷爷你怎么样了？可把我着急死了。任小姐，是我没有照顾好老爷子，罪该万死。没事，这不好好的吗？你们呐，不要遇到一点小事就一惊一乍的。机票帮我改好了吧？马上改。怎么还没改好？不是说好帮我改下一班吗？公司出现一些大事，很抱歉啊，张经理，我现在就改，保证不会耽误您的事。请快去办，我挂断电话。刚才那个小伙子真是个不堪多得的人才呀！爷爷说的是谁啊？当然是救我的那个小伙子呀！你们呐，做事毛手毛脚，就应该好好跟人家学学。那个小伙子有没有留下联系方式？他救了爷爷，我一定要好好感谢他。他赶时间先走了。那个年轻人非常优秀，如果可能的话，可以把他请到公司试试看，说不定能成为投资部的一把好手啊！爷爷，我们公司最近也出了一位投资部天才，我刚想介绍给你认识。你说的那个投资天才，莫非就是那个抛妻弃子的现代陈世美？任千华闻言转头望向赵凯文，哈哈哈！你看谁在背后乱嚼舌根子呀？现在的人啊，真可怕。爷爷，此事上有隐情，等您休养好之后，我就带他来见你，你一定会喜欢他的。你不要带他来见我，我们人家有头有脸，是不可能和那种人沾上关系的。过几天我带你去见一个人吧。王德彪搂着蔡小梅坐在沙发上。哎呀，你别碰我了！你这个死东西，你竟然这么狠心那样打我！那个窝囊废，我们结婚这么多年，他都没有碰过我一根汗毛。你这个月钱还没有给我转过来。宝贝，我上个星期刚给你转700，你这么快就花完？700能干嘛呀？都不够我打麻，都不够我给孩子交补习费的。再说了，那可是你的种啊！那个窝囊废，他帮你养了这么多年了，他现在不管了，是时候你该负责任了。好，我给你转200。这么点呀？好啊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是诚心想饿死我们孤儿寡母呢。哎呀，宝贝啊，咱薅羊毛，咱也不能只薅一个人吧？那个窝囊废现在手里1000万，我3辈子挣不到的钱呢，我们应该想办法把那1000万给搞过来。说到那个狗男女，我就气得睡不着觉。那个窝囊废说实话就配给我提鞋，我就想不明白了，哎，他怎么就攀上了任总那个高枝？我看呀，是那个女的瞎了眼看上张嘉诚。哼，他就算是看上一条狗，我也不允许他看上张嘉诚。我不要的东西谁也别想要。所以嘛，我们应该把那1000万弄过来。再说了，那本身就是你自家钱的，那也得我们复婚才行呀。好啊，王德彪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你是真一点都不心疼老娘啊！你看你说的，你还指望老子给你钱呢？我那点死工资还不够我喝酒呢。不是，你想想，你复个婚，跟他睡一觉，就1000万弄到手啊！咱儿子被那个窝囊废还抚养过，那1000万是不是？也有道理啊，我有办法了。任总怎么亲自来接我？怎么，你给我做了这么多年司机，还不允许我给你做一回？我记忆闪回，我出差到深夜，拖着行李箱回家，发现家门被反锁，怎么也打不开。我敲了敲门，没反应，于是给蔡小梅打电话，在电话里说道：“老婆，我进不去门了。”蔡小梅被吵醒，在电话里破口大骂：“你今天就在外面蹲着，不许敲门！以前我一直以为有事业的女人就比较蛮横霸道，没有事业的女人呢才能温柔顺服，其实并不然啊！”怎么想起你前妻了？我正在喝水，被这句话呛得不停的咳嗽。任千华腾出一只手给我拍拍后背。哦对了，衣服那个钱我转给你了，你收到了吧？任千华笑容消失，脸色绷紧。等一下油钱也给我结一下啊！哦对了，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告诉你，我爷爷来了，对你印象很不好，你就这反应啊？那我应该什么反应？让我想一下。想好了没？要不我约他见个面，当面跟他聊一聊，要是有什么误会的话，就解释一下嘛。那你想怎么解释？那我就跟他实话实说嘛，我就说那天你帮我解围，其实是出于上司对下属的关心而已，没什么别的。任千华气得急刹车，狠狠瞪着我。下车。我下车后独自一人拉着行李箱站在路边，任千华随后一脚油门开车离去。女人也太可怕了，说变脸就变脸。我一个人拖着箱子在路边行走，车子倒回来停在我旁边，任千华冷冷看着我，上车。我随后将行李放进后备箱中，任千华从驾驶座下来，走到副驾驶座上，随后我走到驾驶座坐下，两人一直保持沉默。车内十分安静，我稳握方向盘，偷偷看任千华一眼。任千华闭目养神，突然开口：“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”我听任总指示。等一下，帮我把油加满。没问题。过几天去见我爷爷，穿我给你买那套黑西装，手表就不用戴，记住了吗？好的，任总。电话铃声响起，我接听电话。张嘉诚，
你妈在我这里，你立刻给我滚回来！我脸瞬间沉下。蔡小梅将张母扶进家门。大丫二丫，快出来，奶奶来了！大丫二丫出来之后，看着老太太一声不吭。大丫二丫，平时不是说想奶奶吗？怎么今天见到奶奶还不叫人，还不快喊人呀？妈妈，你不是说她不是我奶奶吗？你这孩子胡说什么呢？蔡小梅转过脸，谄媚地对着张母。妈，孩子都小，不懂事儿，您别往心里去呀。没事，都是孩子呢。张母转身拿起背包，将很多农村特产拿出来。我从家里呀，给你们带了一些瓜果蔬菜，都是我自己种的。谁要你这乡下带来的破烂东西，真是恶心死！妈，你说你来都来了，带什么东西啊？你说这大老远，你看你多辛苦呀！蔡小梅将张母手上的瓜果蔬菜放在桌上，张母很不安，小心翼翼地看着蔡小梅的脸色。小梅，嘉诚呢？妈，他没告诉你吗？嘉诚他跟我离婚了。什么？离婚了？他没告诉我呀。蔡小梅跌坐在地上。他这个杀千刀的，他在外面找了个有钱的女人，把我们娘仨给抛弃了。不会吧？嘉诚很老实的，他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儿呢？是不是弄错了呀？他就算不要我就算了，可是这2个孩子他都不管不顾的。大丫二丫经常喊爸爸，嘉诚他现在可真的是铁石心肠。蔡小梅拉着张母坐在沙发上，抹着眼泪。妈，嘉诚他肯定在外面找了个有钱的狐狸精。嘉诚他要是肯回头的话，我也愿意既往不咎，就算看在孩子的面子上，我也会是原谅他的。妈，你一定要跟他好好说说。好，我好好跟他说说。外面的小妖精，他都不是会过日子的，不像我，当初嘉诚一穷二白的时候，我就跟了他，我都没有嫌弃他，我还跟他结婚，我还跟他生2个孩子。你当年不是挺嫌弃他的吗？你赶紧给你儿子打电话，他今天要是不回来，我们娘仨就死在这儿。张母惊慌地看着蔡小梅，蔡小梅又马上变了脸，拉着张母的手继续哭。哎妈，我刚才也是太着急了，您就可怜可怜您这2个孙女儿吧，2个孩子不能没有爸爸，在外面会被人欺负的。一辆豪车停在小区楼下，任总，你在车上，先等我一下。任千华点了点头，我下车，快步走进小区。任千华下车，他们在外面是会被人欺负的呀。妈，老公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看咱妈来了。我一眼都没有看蔡小梅那矫揉造作的模样。你身体挺好了吧？妈身体好着呢。你跟小梅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啊？对不起，妈，我怕您担心，就没跟您说我已经离婚了，我净身出户。妈，您放心啊，我现在过得特别好。张嘉诚，你当然过得好呀，你一个人在外面风流快活，你又不管我跟孩子，你肯定过得好呀。妈，这里现在已经不是我家了。嘉诚，你还是跟小梅好好谈谈吧，这还有2孩子呢。我们已经谈得很清楚了，这个事儿您就别掺和了，我带您回家。张嘉诚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敢出这个门，我们就死给你看。嘉诚，你还是再考虑一下吧。妈，你放心，他经常这么说啊，没事的，走。妈，您真的不要我这个儿媳妇和孩子了吗？张嘉诚他现在是被猪油蒙了心，难道你也糊涂了吗？你想想看啊，你说他要是再娶一个媳妇儿的话，又要彩礼又要生孩子的，你说这要多少钱呀？张嘉诚需要多少彩礼？您怎么上来了？妈跟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阿姨你好，我是他女朋友。愣住了，时间仿佛都停止了。儿子，这是真的？是。妈，你看他把这个狐狸精都带到家里来了。任千华眯着眼往前走了半步，蔡小梅慌忙地往后退了半步。第一，张嘉诚是跟你离婚之后才跟我在一起的。第二，张嘉诚净身出户，对你仁至义尽。第三，我记得你上次来我公司闹事儿，这件事我还没给你算账呢吧？他是我老公，我给他生2个孩子，大丫二丫。蔡小梅，你够了，别再把孩子牵扯进来了。我扶着母亲离开，蔡小梅急忙追上来，想伸手拉我。任千华一个迈步拦在了我和蔡小梅之间。任千华眼神瞪着蔡小梅，你敢动我男人试试？儿子，她真是你现在的女朋友？对，儿子，你现在的眼光真是太好了，这个新媳妇比前头那个媳妇强多了。死老太婆，你说什么呢你？你再说一句试试。蔡小梅不敢说话了。任千华和我一起扶着母亲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阿姨您慢点儿。儿子，你这是带妈去哪啊？妈，公司现在分了我一套房，我住那边带您过去。以前呀，蔡小梅不愿意让你住家里，我也拗不过她。现在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阿姨，这2天我带您去转转，你喜欢吃什么菜？我一会订个餐厅，晚上我们一起吃饭。闺女，你是个好姑娘，我看着你们好，
我这心里呀也特别高兴。以前蔡小梅从来不尊重我母亲，可人总是个千金小姐，集团总裁却对我母亲这么好。任千华拿起手机准备打电话订餐，铃声突然响起。千华呀，晚上过来吃饭，我给你介绍一个人。正好，我也有一个人想介绍你认识一下。你先过来，地址我发你了，晚上6点必须到。任老坐在主位上，跟旁边的年轻男人相谈甚欢。任老，最近的项目怎么样？正在向前推进，一切正常。那就好。任千华推门走进包厢。爷爷，你身体好点了没啊？怎么这么快出院了呀？都是老毛病，休息2天就好了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经常给你提起的高健，这是我的孙女千华，你们小时候见过的。高健起身向任千华伸出手。任小姐，又见面了，我们2家公司有过很多次合作。任千华没理会他，就直接坐下。确实，健身集团一直是我们的重要客户，感谢你的支持。不要这么生分吗？你们都是年轻人，可以聊一下年轻人的话题吗？哎呀，爷爷，高先生已经35岁了，不是年轻人了。高健微微一怔，那狗东西不也35岁吗？千华，你们2个的年龄是合适的。这样吧，你们2个单独聊聊，我去隔壁喝点茶。任老准备起身离开，却被任千华的话刺激到了。不必了，我有男朋友了，也不耽误高总的时间了。听见这话，任老脸色阴沉了下来。男人可以有个性，咱不能不负责任。这种抛弃妻子的男人，我是最看不上的。高健却不紧不慢地站了起来。任小姐，给我点时间，之后你会认识我，也会看清这个人。相亲结束后，任千华在包厢拨打了我的电话。什么时候回来？我爷爷要见你。任总，我不在这2天，考勤怎么扣了我2天工资啊？我不是在出差吗？不跟你开玩笑，我限你明天之内给我赶回来，不然我扣你1万年考勤。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爷爷要介绍一个男的给我。听到这句话，我沉默了。但是我不喜欢，上次我帮了你，希望你这次可以帮帮我。行。这时，蔡小梅正在家里被王德彪追着打。杀人啊！救命啊！王德彪一个耳光扇在蔡小梅脸上。贱人，为了你我得罪了赵经理，你还好意思问我要钱？孩子读书要用钱的，我可以不用。王德彪冷笑一声：你天天打麻将输钱，你当老子不知道啊？蔡小梅被打的脸都肿了，颤抖着手指着他大骂：以前张嘉诚在的时候，他从不这么对我，他把所有钱都给我，洗衣做饭包揽所有家务。你现在倒好，在我家里吃我的住我的，像个大爷，还要我伺候你。我跟你要点钱比登天都难，现在还动不动就对我动手。王德彪，你真是猪狗不如！你敢骂我？张嘉诚是好，还不是照样被你戴绿帽子？那2个孩子有1个是他亲生的吗？那窝囊废只有挨欺负的份。我王德彪不是，我没那么傻。蔡小梅狼狈地坐在地上，开始耍赖。我不管，你要是不给我钱，孩子就没书读，也吃不上饭，反正是你的孩子。老子还没饭吃呢，我给你钱。蔡小梅哭着控诉：王德彪，你个畜生！人都说虎毒不食子，我看你就是个混蛋。提及孩子，王德彪怒气稍减。行，老子自认倒霉，这200块钱是拿给孩子买吃的。我要是知道你打麻将，抽死你我！他啐了一口，气冲冲地甩门而去。蔡小梅探头朝门口看了看，确定王德彪走了，马上拿起手机可怜兮兮地打电话：老公，你再不打钱，我们囊3就要饿死了。我知道，我保证我再也没有打过麻将了。老公，你是不知道，现在这个学校有多贵，而且咱们家大丫也到了上补习班的年纪了呀。电话那边似乎在迟疑，蔡小梅瞬间变脸：黄建华，你要再不打钱，我就带着2个孩子到你家里找你老婆要。他停顿片刻，喜笑颜开：谢谢老公，么么哒。才挂断电话，蔡小梅顾不上整理自己凌乱的衣服，又打通另一个电话：刘姐，出来打麻将啊？行，老地方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高健挂断电话，意味深长地看着面前的王德彪：哎，高总，这么紧张啊？想发财吗？想，我做梦都想。帮我办件事，我让你发财。我让你们找个人，怎么就这么难？一点音讯都没有。任老，我们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，要想找到他，无异于大海捞针啊！现在已经在想办法，尽快找到他。是。任老叹了口气：张总，您猜的没错，高健确实要对付你。我这边有份资料，已经发你邮箱上。好，谢谢。下次有发财的事儿，我叫上你。哎，好嘞，您记得我的好就行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把我准备好的材料发出去吧。是。任千华雀跃地跑到任老面前：爷爷，你让我买的星辰娱乐大涨，涨了多少？翻倍了。哈哈，我就说嘛，这个小先生可谓是世外高人呢，也不知道他在哪个公司高就。上次要不是他，我这把老骨头可就报销了。找到人了吗？还没有，还在查。找人的事情你可要重视起来，找对象的事情可也一样哦。任千华羞涩一笑：爷爷，我有对象了。抛弃妻子的那个我不认。哎呦，爷爷，人家没有抛弃妻子，人家是前妻先提的离婚。他要是个好男人的话，他前妻为什么离婚？看来你的眼光还不如他的前妻。爷爷，任千华无奈的撒娇。此时，一个员工进来敲门通报：任总，高总来了。任劳你好，
任小姐，好久不见。看到高健，任千华整个人心情都不好了，暗自翻了个白眼，就坐在了沙发上。任老也招呼着让高健坐下。小高啊，来坐下。小高，听说你们集团最近在搞一个大项目？是的，我们和亚太集团合作，准备筹集一笔巨款搞点事情。任老认可的点了点头。年轻有为啊，我们悟通集团投资部要有你这样的能力和魄力，那就好喽。等我们大项目完成，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。那我就拭目以待喽。对了，我倒是有点有意思的东西想给您看看。高健拍拍手，王德彪便拽着蔡小梅走了进来。见是他们2人，任千华脸色一变，对着高健质问：高总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有些事，任老还是听一听为好。他们是谁？她是投资部经理张嘉诚的前妻。蔡小梅直接在一群人面前扑通一声跪下，假惺惺的流着泪。任老啊，我的命苦啊！那个负心汉抛弃我们母女，现在还欺骗任总。我推着行李箱走进公司。经理，不好了，你的前妻又来了，而且这一次任老也在，这次恐怕很难收场。任老是谁啊？听到这个问题，秘书的脸明显抽搐了一下。任老是谁你都不知道，他可是我们华夏商界的重要人物之一啊！而且任总就是任老的亲孙女哦。我知道了。张经理，您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吗？任老一句话就能让你在江城没有立足之地，你等一下进去，赶紧认个错吧。会客室里，蔡小梅还在不顾颜面的哭嚎，任千华默默翻了个白眼，而高健则饶有兴致地看着面前的闹剧。我平时都是勤勤恳恳，做一个妻子该做的事情，主持着家务，养育着2个孩子。可是张嘉诚呢？你们是不知道张嘉诚那个狗东西，花言巧语骗了多少女人呀！任老，江城人都说您老人家最会主持公道，您老人家要为我做主啊！你这个女人！任千华一开口，高健就打断了他的话。任小姐，你年纪轻，没什么经验，多听听别人的看法。任老，您说是不是？任老本就气得手抖，听了这话直接站了起来。这种抛妻弃子、毫无廉耻的男人，凭什么在我们公司？立即通知人事部把他开除，赶出江城。听到这话，赵凯文顿时见缝插针凑上来。任老，您真是英明啊！我早就说过，张嘉诚不是什么好东西啊！这个人心术不正，也不知道走的什么狗屎运，得到一些内幕消息，用来糊弄任总。他用歪门邪道搞的这些内幕消息，可能是犯法了呀。这个人之前呢，只是我们公司的一名普通的司机，连本职工作都做不好，还想一步登天。同事们早就怨声载道了，现在全江城啊都在看我们悟通集团的笑话呀。任老，您能把他开除啊，可真是再英明不过的决定了。爷爷，你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。任老气急，忍不住咳嗽。你现在还在为他说话，是想气死我吗？见任老咳嗽，任千华急忙去搀扶。爷爷，你没事吧？任老一手拄着拐杖，一手颤抖地指着任千华。你太年轻了，这种道德败坏、坑蒙拐骗的人，你怎么就看不穿呢？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，你一定要听我的。任千华顿时着急道：爷爷，不是，你等着看我怎么收拾这小子。众人一看，更是七嘴八舌地开始拱火。任老说的对，还是任老英明神武。对呀，我一个女人怎么可以用自己的清白去诬陷别人呢？对，那个任老，我这会儿斗胆说句实话，他张嘉诚就是个司机，能有什么本事啊？还不如我这个保安呢。就在这时，大门打开，我出现在众人面前。公路上，2个快递员各自拿着一份文件，骑着车在街道上行驶着。先生，你的快递签收一下。您好，咱们的加急快递请查收一下。好，谢谢。什么？老大居然不是我的种，贱女人，天天跟我说2个孩子都是我的，天天跟我要钱，居然给别人养了个孩子。他生气地甩掉了手上的那张纸。张嘉诚，看看你干的好事，你就不能把那些龌龊事留在自己家吗？你知道悟通集团是个什么地方吗？张嘉诚，你这个狗东西，你真不要我们娘3了吗？孩子都快饿死了。我是净身出户的，我净身出户的时候，家里的银行卡应该还有很多钱吧？好啊，我真的是造了什么孽了，遇到你这样的畜生。孩子现在在家里天天想着爸爸，可你呢，在外面到处勾3打4。蔡小梅乞求地看着任老。任老爷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爷爷，您可千万不能打人。没事，我是保单，我有经验。人的头骨啊很硬的，往头上打几下死不了人的。对，让老爷子出出气，打不死人的。任小姐，你还护着他呢，这种渣男就应该去死。任老面色不变，走到我面前。年轻人，我们又见面了，上次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啊。哎呦，老爷子是您啊，您出院了，身体可好啊？还好啊，我这把老骨头啊，也就这样了。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，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我创下的这份基业和我的小孙女啊。我这些天一直在想，如果是你的话，对悟通集团的发展可是大有帮助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提起的投资天才，也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我一直在让人找他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。
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，哈哈。在场的人听到这话，皆是一惊。这就是你跟我提起的张经理？是的，爷爷，没想到你们居然早就认识了。王德彪看呆了，反应过来后，赶紧对蔡小梅使了个眼色。蔡小梅仿佛从梦中惊醒，立即又嚎啕大哭。好啊，原来你们这一个个都是一伙的。任老，外面的人都说你为人处事公道，你现在竟然纵容这个畜生，欺负我们孤儿寡母的，我不活了，我要跳楼！说着，蔡小梅要往窗户扑，王德彪急忙把她拉住。任老，我看你是被这个张嘉诚给骗了。张嘉诚就是一个猪狗不如的东西，他要是真有这个本事，这么多年来我能过得这么惨吗？你怎么说？我冷冷看了一眼蔡小梅，我问心无愧。依我看，张先生确实不是薄情寡义的人，此事应该另有隐情。高健突然鼓掌，掌声格外突兀。好一个梧桐集团，热闹！商界的朋友一向都很敬重您，今天这事要传出去，大家不仅会说您任老识人不忠，而且还会对梧桐集团的商誉产生不可挽回的损失。我皱了皱眉，沉声道：“是吗？”王建华冲进梧桐集团大楼，被几个保安拦住：“放开我，我要去找那个贱人。这梧桐集团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这个人交给我。你是谁？我带你去找小梅。我没有任何对不起蔡小梅的地方，只有她对不起我。我问心无愧。好一个问心无愧！我看你是无言以对。我相信你。你相信她？堂堂人家大小姐，居然被一个离异司机骗得死死的，苦毒还不识子。张嘉诚你弃2个孩子于不顾，枉为人父。任千华正要开口反驳，却见一个陌生男人冲了进来，咆哮着开口：“蔡小梅，你个贱人！”他拽起蔡小梅就给了他一个耳光，蔡小梅趔趄的往后退了几步。王德彪急忙拉住黄建华：“你谁啊？搁这打人！老子打死这个臭女人，吃我的喝我的，还他妈给老子戴绿帽子！胡说八道什么？”蔡小梅捂着脸，神情慌张地看着2个男人，瑟瑟发抖。这时，一个员工将一份加急文件递给我，我抽出那张 DNA 鉴定报告，放在王德彪面前，挨歇一会儿，歇一会儿。看看这个。王德彪松开黄建华，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报告单。二丫不是我亲生的。王建华闻言冲过去，毫不留情的再次甩了蔡小梅一个耳光。二丫是谁的？王德彪也冲过去，对着蔡小梅拳打脚踢。哪孩子天天向我要钱花，那点工资快让你给我掏干掏净了。结果二丫不是我亲生的，我抽死你！我抽死你！黄建华、王德彪2个男人愣住，手指着对方，2人面面相觑，随即像见到仇人一样，当场打了起来。蔡小梅蓬头垢面，满脸伤痕，坐在地上嚎啕大哭。我冷眼看着这出闹剧，所以我说我没有对不起蔡小梅，只有蔡小梅对不起我。任千华走到我身旁，似笑非笑地戳了我一下。2个孩子都不是你的，你是不是不行啊？他扑哧一声笑出来。高健看着我们亲密互动的样子，气得咬牙切齿。任老，我还有点事，先走了。他鄙夷地看了一眼蔡小梅和2个打架的男人，愤然离去。很快，他们3人被帽子叔叔带走。而在任老的支持下，我向任千华求婚，公司事业蒸蒸日上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